大家好，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我是一彩。入秋逛街还在犹豫去哪家吗？ Zara 和 Massimo Dutti 同属一个集团，一个常被贴上廉价标签，一个自带高级滤镜，可只要选得对，搭得巧， Zara 也能穿出 MD 的质感。今天这期咖啡屋，一彩推荐8件单品，教你把廉价感变高级感，让你用小预算穿出大气场。首先给大家推荐我非常喜欢的8件单品，货号都在图片上。1. Massimo Dutti 咖色设计感连衣裙。入秋了，本来不打算购买短袖的裙子，但这是我一走进店里第一眼就相中的衣服，仿佛写着我的名字，优雅、灵动、高级，几乎所有我能想象到的关于中年女性的美好形容词都被它演绎得淋漓尽致。上一次遇到这么满意的设计与品质兼具的连衣裙，还是在买手店花了近4000拿下的。针织与纱裙的拼接仿佛是经过时尚博主们精心搭配过的，一半是优雅端庄，一半是灵动飘逸。棉加莱塞尔的材质搭配非常透气舒适，而且有一点厚度，特别适合这个季节。中午热的时候可以单穿，早晚转凉搭配风衣外套特别绝。博主怀孕6个月，还可以将下摆微微不规则堆叠起来，隐藏孕肚。而真正让这条裙子配得上1000块的价格，其实是在于设计师对细节的严苛把控。微微廓形的袖子搭配腰部的修身剪裁，松弛之间尽显气质。即使是深咖色这种素颜穿容易显憔悴的颜色，但摇曳的裙摆依旧衬得整个人明艳大方，以至于我1周内连续穿了好几回，走在路上感觉非常自信。我想，这就是女性找到最适合自己那件单品的最妙之处了吧。2. 咖色打褶衬衫裙。和上一件连衣裙相比，这两者在风格上却是大相径庭，一个是优雅女人味，一个是利落通勤。穿上前者，我感觉随时可以去参加朋友的婚礼，而这件仿佛下一秒就要踏入会议室开始解说 PPT。 这条裙子来自 Zara ZW 系列，该系列不仅设计出众用料，也大多以天然棉麻为主，用网友的话来形容便是既简洁松弛又有肌理层次，看着有设计师感和高级氛围。虽然定价比正常的 Zara 单品贵了不少，但品质的确可圈可点。这一件相比于柔软的针织裙，79%的棉，正21%的亚麻，不仅挺阔自带筋骨感，而且非常透气舒适。袖子依旧是微微的廓形，能很好的平衡头肩比，配合腰部明显的收褶，更适合 H 型身材打造完美 S 型曲线。重点是打褶是弹力松紧的设计，对于孕期的我非常友好，长及小腿附近的长度对小个子女生或者想要更利落感的职场女性来说也更完美。唯一不足的是，相比前一件针织裙，这件棉质衬衫裙在高清镜头下没有那么显瘦，但这条裙子的褶皱设计特别适合有小肚子的姐妹穿，遮肚效果非常好。3. Massimo Dutti 咖色镂空针织。当秋风掠过梧桐叶的瞬间，衣柜里的针织衫便该登场了。在色系上，秋冬必定是棕色系的主场，这一点也被 Massimo Dutti 这个品牌反复论证。因为这种高级、低调又沉稳的色系，真的太能凸显中年女性的气质了。而对于大多数棕色调、咖色调且靠近面部的上衣单品来说，最大的难点便是素颜穿着易显的气色不好。但这件却很巧妙地运用针织面料的镂空，以及稍大的领口来增加皮肤的呼吸感，削弱暗色调的沉闷。更绝的是下摆开叉不对称的设计，不仅完美掐出了腰身，更拉长了下半身的比例。长过虎口的袖子，在大多数实用主义者看来是拖沓，
但在时髦女孩眼中却是打造慵懒氛围感的利器。搭配上，我选了同品牌同色系缎面裙，哑光与缎面光泽感材质的对撞，既保留了穿搭的统一性，又增加了层次感。4. Zara 黑色渐变针织。如果你是既要设计感，又要不走光不挑内衣，并且对价格又极度敏感的既要还要型选手，那这一件恐怕更适合你。黑白渐变晕染针织，既打破了纯黑针织的无趣，又通过宽松的廓形增加了松弛感。要不是亲手从 Zara 店铺中挑选出来，我恐怕会以为是哪个小众设计师出的新品。随手搭配一件同色系针织半裙，慵懒氛围轻松拿捏，垂坠的面料无论是单穿还是外面套一件风衣外套都好看。唯一不足的是沉纶加紧纶的面料在舒适度以及质感上略有欠缺，但如若不是极度敏感者，像我这样偶尔作为搭配单品单穿也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再配合上灵动的麦穗、流苏毛衣链和羊毛针织帽，艺术系女生的气质轻松拿捏。5. Massimo Dutti 立体花苞袖羊毛短袖针织。接下来是一件不冷不热，总是被实用主义诟病的羊毛针织短袖，复古且显白的普鲁士蓝搭配立体花苞袖笼，简单搭配一条基础高腰西裤，就比普通长袖针织要有腔调的多。在看到它的瞬间，我脑海里就已经自动生成了蓝加白、蓝加棕、蓝加复古格纹等多种时髦配色。而600多的售价，我想我绝不是单单为这个漂亮的颜色买单，让我毫不犹豫付款的理由更多的是面料和版型。肩部合理微廓形花苞袖加上轻微的落肩设计，既能很好遮盖斜方肌和拜拜肉，平衡头肩比又不会显壮。羊毛的材质又在保暖和质感维度锦上添花，天气再冷一点就可以作为内搭去套任何一件基础大地色外套，点睛之余又不会太夸张。6. Zara 披肩款咖色针织。虽然说我本人很钟爱前面这件短袖羊毛衫，但如果要从整体性价比以及实穿性来说，我或许更推荐 Zara 这件咖色披肩针织。不到一半的价格，却能轻松穿出千元小众品牌既视感。浓郁的巧克力摩卡棕自带秋日氛围，以至于在上周我就已经迫不及待用它搭配同样来自于 Zara 的印花半裙，穿梭在大街小巷。柔软与挺阔的材质对撞，纯色与印花的搭配，让早秋穿搭立马变得鲜活起来。除了度假场景，日常用它搭配任意基础的西装裤都是端庄利落的。领口的披肩设计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增加柔美浪漫的同时，让基础款不那么单调乏味。尽管大部分材质为聚酯纤维，但仅仅添加了 5% 羊毛，穿着的舒适度竟然就略胜一筹，软糯细腻，再一次刷新了我对聚酯纤维等于廉价面料的刻板印象。毕竟对于普通人来说，上身的舒适度是最重要的。7. Massimo Dutti 束纹路针织衫。这两款依旧是自带温度感的针织衫。如果说粗棒针的肌里藏着午后阳光的暖意，那细针织的贴肤感便能裹住晚风的微凉。再叠加竖条纹和小立领的设计，让它和一众基础白打底针织立马在时尚度拉开巨大差距。既可作为秋冬厚重外套的内搭，也可以内搭一条吊带裙当成小开衫。8. Zara 撞色针织背心。最后这件针织算是我对夏天最后的缅怀吧。黄咖的撞色既满足了我对针织设计款的想象，又不会陷入廉价过分幼稚的淑女风。咖色作为中性暖色调，能很好的中和黄色的跳跃感，两者碰撞形成低饱和暖意磁场。大面积鹅黄对黄皮人群尤为友好。
素颜试穿的时候，瞬间感觉整个人都明亮了。密实的织法外加修身但不紧身的版型，对我这样腰腹有点肉的人来说，也足够修饰身材。简单搭配一条直筒牛仔裤，就简约又时髦。天气再冷一点，也可以作为内搭，外面叠穿卡其、驼色、黑白等中性色外套。通过以上100元 Zara 单品和 Massimo Dutti 1000元单品推荐，我们可以知道，当审美眼光在线时，完全可以把200-300的快时尚穿出1000元质感。接下来，咖啡屋继续和你分享一些高级感攻略，把我这么多年来累计花了不下100万的预算购置服装买出来以及穿出来的经验总结。1、如何拥有更高级的选款眼光。通过往期收到的穿搭点评以及就医投稿，我发现并非是普通人的身材长相有多挑衣服，而是毁在了第一步，买衣服上。那怎么买到本身就质感过关的衣服？其实脱离不了服装4大元素：设计、版型、面料和颜色。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最容易踩雷的就是设计。如果你想穿出高级感，就尽量让自己衣橱保持80%的基础纯色款和20%的设计款，而不是半壁江山，都是各种花里胡哨的卡通图案、荷叶边混乱撞色，再叠加轻薄皱巴巴的面料，再洋气的脸也很难穿出贵的感觉。相比之下，同样是粉丝投稿，在不看脸的情况下，谁的衣服更有质感一眼可见。其次，能影响服装第一眼质感的关键因素便是色彩。如果针对同一件单品，尤其单品本身不贵的前提下，深色大多数情况下比浅色看起来更有质感，大地色、莫兰迪色也比高饱和度的明亮色看着更显贵。这背后其实是心理学、物理学和时尚史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在视觉上，深色能隐藏瑕疵，就算有轻微的线条、走线不工整，但相对来说也没那么明显了。并且深色系的单品更能凸显出服装的轮廓与剪裁，将焦点锁定于线条本身，从而营造出极简高级的氛围，如同一块沉稳的画布，更能衬托出人的气质。除此之外，黑色等深色系早年因染料工艺复杂与权威庄重联系在一起，后经香奈儿等设计师革新，成为优雅与力量的经典符号，自带文化底蕴，结合设计和颜色这两部分，你会发现同属于 Inditex 集团的2个时装品牌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质感高低之分了。Zara 之所以大多数时候和廉价感挂钩，其实就在于店铺陈列中存在大量色彩鲜艳、带有卡通少女设计元素的单品。而当你走进 Massimo Dutti 的店铺中，你会发现清一色都是纯色极简单品，就连颜色都是以高级中性的黑白灰咖棕为主，偶尔掺杂一点知识分子风的蓝色系。如果你能用我们提到的选款技巧，就能在 Zara 中买到和 Massimo Dutti 差不多的款，但却只需要它1/3左右的价格，单独把这一类中性简约的单品组合在一起重新排列，估计就是 Massimo Dutti 的完美平替了。至于版型和面料，这两部分其实都和成本直接相关，很难做到用100-200块的预算买到100%羊绒以及量体裁衣般的剪裁，那就不存在所谓的同样预算下买到更显贵的单品这个命题了。当然了，整体而言，厚一点的面料大多数比薄的更显贵，挺阔有型的版型也比松垮软糯的看着更精神利落。2、如何通过搭配让单品看起来更贵？说完了选款，接着我们来说说搭配。穿搭显贵的第一个搭配核心技巧就是利用色彩统一打造贵气感。要说最显贵的穿搭风格，一定只能是老钱风。而老钱风除了对面料的把控，色彩的高度统一也是关键。
尤其是一身白，真的太显贵了。除了一身白或者黑，普通人还可以试试同色系不同深浅的组合，比如以秋冬最常见的灰色、咖色为例，深浅不一的色彩递进，真的是满满的高级感。依旧以我很钟爱的 MD 举例，我发现他们的陈列搭配以及模特图，几乎清一色都是同色系或者是柔和的临近色系，你甚至不需要看吊牌就能知道价格不便宜。如果2件衣服不是完全的同色系，可以选其中一件单品中的某个色系和另一件单品进行呼应，达到成套的效果。比如这套穿搭，上衣颜色提取来自格子半裙中的杏色，而这套穿搭藏蓝披肩则呼应衬衫中蓝色系。第二个我们普通人可以参考借鉴的显贵小技巧就是不同材质混搭。很多姐妹只知道真丝羊毛好，化纤廉价，但其实把不同光泽质地的面料合理组合在一起，才是普通人穿衣显贵的精髓。毕竟不是所有人都负担得起一整身天然面料的成本。而在我往期的穿搭图之所以能让大家感觉我把100-200的单品穿出了400-500甚至上千的高级感，其实就大量用到了材质混搭这一小技巧。具体该如何进行混搭呢？我给大家总结了2个普通人最容易上手的思路，一是软硬对撞，像春夏常见的 T 恤、衬衫，还有各种浪漫的小裙子。这一类偏轻薄材质的单品，大部分人最常见的穿搭思路便是只要颜色和谐，视觉显瘦，不管单品材质直接往身上一套，结果就是不出错，但好像每件衣服看起来都少了点质感。而且这种全身上下统一材质的组合，哪怕是品味不错的穿搭博主也容易穿出廉价感。正确的做法是把不同软硬薄厚的材质进行混搭，就像是写作里的反衬手法，只有将2种不同的材质放在一起对比比较，才能让主要单品的特征更鲜明突出。如果你想展现衬衫的柔美，那就应该搭配硬挺的牛仔；而想要展示针织的柔美，那就搭配垂顺有光泽感的醋酸真丝。再比如棉质卫衣，搭配同样软趴趴没有型的休闲卫裤，就会显得很没有精神。而当我们换成了硬挺的牛仔裤，连带卫衣看起来都更像知名潮牌了。因此，对于一些薄软的单品来说，无论是棉质 T 恤、雪纺衬衫与半裙，还是柔软针织，最佳 CP 其实就是各种硬挺的牛仔单品。但如果全身上下都是太硬材质的组合，就会显得整个人很有距离感，少了亲和力。这时我们可以把其中一件单品换成材质更柔软垂顺的单品，就不会过 man 了。2. 有光泽与无光泽面料的对撞，这也是彰显质感的关键。常见哑光的面料有纯棉、针织。毛呢，当一身都是暗淡无光的面料时，就会显得有点单调乏味。同样是黑色半裙，换成稍微带点光泽感的缎面材质，是不是瞬间就洋气许多？甚至只是把哑光的短靴换成漆皮亮面款，都能瞬间显贵不少。而我自己搭配下来，发现日常生活中最好用的组合便是针织加缎面，硬挺西服加真丝或醋酸、皮革加针织的组合，几乎百试百灵，可以轻松把100元平价单品穿出高级感。如果实在找不到亮面有光泽材质的服装，那可以小面积点缀一些亮面的单品，比如漆皮小皮鞋、皮包或者闪闪发光的金属配饰，其实都是在无形之中运用材质的反差，为我们穿搭增加质感。最后一个显贵小窍门便是平价与贵价单品混搭。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博主包括我，有时候穿100来块的衣服都显得很贵。当然不排除有精致的妆容加姣好的身材加持，以及的确有那么一点点异于常人的选款眼光。
但大多数人不会告诉你的小心机是，他们在穿这些平价衣服的时候，大多可能会配一件稍微贵一点的单品来抬咖位，比如用100来块的防晒衣搭配奢侈品牌罗意威的编织包，100元白 T 搭配10000元 Seiko 腕表，平价的牛仔裤搭配1000元 Edition 针织和1000元配饰品牌 Monica Vinader 手链。总之，如果你想穿出贵的感觉，那全身上下势必要有至少1-2个单品是能够被人识别出来的高价值感单品。其中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选择自带大品牌 logo 或者外形本身具有高辨识度的包包、腕表、首饰，它们存在感比衣服本身要弱，不容易穿出暴发户既视感，同时也因为配饰比衣服更百搭。就算买贵一点，日常利用率够高，也不容易太心疼。包括我的闺蜜，几年前在某电商公司做电商主管时，最爱买的行头也无非是香奈儿的中古腕表、Gucci 的马鞍包、Nike 的经典款小白鞋，这样就算她穿几十块的 T 恤，也会给人一种有钱的既视感。其实这也是一种心理上的暗示，毕竟一个佩戴10000元首饰的人，你很难会觉得他会穿几十块的衣服，自然而然他身上穿的这件衣服，你就会自动带入贵气感的标签了。我想说的是，与其花很多钱买很多件看似好看精致的衣服，不如低频购入1-2个好一点的包，好一点的鞋子首饰，通过贵价与平价单品的组合混搭，把穿搭性价比极致化。因为如果你所有的单品都是100-200甚至几十块，那任凭你再怎么努力，都可能离所谓的贵气感很远。当然，关于平价单品显贵穿搭这个话题，或许我相对其他网上博主来说不够亲民，比如教大家淘一些几块到几十块 PDD 的廉价单品，通过高级感的妆容以及有氛围感的高级餐厅，拍出所谓的1000元大牌高级感。因为我始终坚信，质感这个东西可以作弊，但却不能完全脱离实际成本，但可以通过一定的选款眼光以及合理的搭配技巧来实现。100元单品穿出1000元质感的氛围。总的来说，或许对于很多姐妹来说，就算 Zara 200-300的价位依旧让人觉得不值。的确，在网购高速发展以及女装品牌鱼龙混杂的今天，用这个预算反复挑挑选选，买买退退，可以找到更好的。但偶尔逛逛实体店，快速上身，感受每一件衣服穿在自己身上的效果，这件事儿本身对我们就是有意义、有价值的。至少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风格和单品，以及避免网购退换货带来的时间成本等等。归根结底，衣橱的升级不是多买，而是会选、会配、会取舍，把心思放在版型、面料、配色与场合感上，用几件对的单品，几个对的公式，就能把200-300穿出1000元质感。别被标签与流行裹挟，去店里多试多比较，把镜子里的自己当标尺，合身与舒适先于一切。愿这个秋天你不再追赶潮流，而是用分寸与留白，穿出属于自己的从容与高级。好了，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欢迎留言和投稿。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遇见更好的自己。我们下期节目见。